Ladies and 乡亲们，我是新人 UP 主星辰。就在大家吹着空调吃着瓜听着巴黎有多拉的时候，7月29日法国好兄弟戴英站了出来，现任工党首相办公室振臂高呼英国已经破产且支离破碎。此言一出友邦惊诧，不过一想到是英国又迅速平静，因为在2020年来英国已有8个城市排队破产。比如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因歧视女性无力支付7.6亿同工同酬赔偿破产，诺丁汉呢则因投资失败破产。但这一次有点特殊新任财政大臣里弗斯表示，目前英国财政有200亿英镑亏空。正当大家都在这点钱都不够美国35万亿债务的零头逗我玩是吧？随后里弗斯又补充道，都怪保守党混乱的14年，工党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艰难变革。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保守党怒斥，纯属捏造，这是为加税捏造借口。总之不管是真破产还是新首相的免责声明， GDP 刚被印度反超荣升全球第6大经济体的戴英，如今的确用了足够的上升空间。更令人暖心的是，比破产先到的是破碎。8月初，戴英出现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，13年来最大规模骚乱席卷20多个城市，白人、警察、头巾男等勇敢的活动家走上街头，打成一片。伴随着纵火、零元购、偷窃、抢劫的交响曲，小不列颠还不怎么联合王国，这是怎么了？问题根源在哪儿呢？转发加3连，这就是经济。听戴英说。After all, as I once said, I was the future once. Order! Order! To serve the country I love. Our future together is golden. Mr. Speaker, I am a fighter and not a quitter. Together, we can achieve incredible things.英国人称小陕西，提到这里你会先想到什么？走马观花的宰相，镀金留学的圣地，亦或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的海军？从曾经的日不落到如今的日不过，我觉得戴英至少得感谢仨人：丘吉尔、撒切尔、卡梅伦。前2位一个打空了家产，一个败光了家底。至于最后一位，属于在下坡路猛踩一脚油门。2015年，时任首相卡梅伦提出英国留在欧盟的4项条件，称如不满足，将在赢得大选后公投脱欧。他的下一句是，欧盟如果满足，他将全心全意推动英国留在改革后的欧盟。原本这只是闲着没事的拖秀，但没想到的是一言为定，双鞋临门。好消息是，靠着2014年 GDP 增长 2.8%， 制造业就业率大超预期的傲人成绩，2015年卡中堂成功连任。坏消息是，2016年戴英以 52% 支持率成功脱欧。更坏的是，戴英压根儿没有做好脱欧准备。更坏的是，秉持高效传统的戴英一拖了4年，在此期间拖3届之一卡中堂引咎辞职，由特蕾莎梅接棒。在他任内20名高官相继因脱欧不利辞职，他还被讥讽为史上最糟糕的首相。显然戴英结论下早了，最终4次尝试脱欧协议，4次被否的他辞职了。2019年鲍中堂上任，在搬出芳龄90多岁的老佛爷亲临议会振臂高呼后，下议院动物园终于通过了方案，并在1年后正式脱欧。问题是脱完之后呢？英国1/3的食物出现通胀，每年家庭平均食物开支增加250英镑，制造、建筑、物流行业出现用工荒。另外，北爱尔兰的边界关税与法国的渔业纠纷更是让戴英心神不宁。更扎心的是，被视作脱欧关键回报之一的美英自贸协定遇上一些 mega 的懂王，而戴英经济支柱金融教育与美国高度重合，结局自然是 How dare you！ 新上任的希宗倒没这么霸道，只不过首次访英被问到自贸协定，税王原话是这不是我来欧洲的议题。
对了，2023年8月，双方刚起草了基础性贸易大纲草案，没想到滨州的一声枪响，给美利坚送来了天命人，估计又得跟董王谈了。此处我有一联，上联物价涨、能源涨、通胀涨，千疮百孔，前途明朗；下联国王换、首相换、大臣换，走马观花，个个能干。2020年新冠如期而至，疫情混乱还没消退，2022年大毛二毛开打，给本就荡气回肠的英国经济又落井下石了一把。汽油、天然气、牛奶、面包通通飙涨，忍不了一点的医生、护士、教师、保洁，甚至皇家邮政员工等全行业全罢工，要求涨薪。此时的鲍中堂忙着干啥呢？带头违反防疫规定，在首相府开 party， 图啥呢？图160嘛！在好领导的带头作用下，卫生大臣、财政大臣率先辞职，一时间内阁官员纷纷辞职下海再就业。不到1周，54名官员因对约翰逊失去信心跑路。鲍中堂一想，逃避可耻，但是有用啊！所幸2022年7月也润了。更神奇的是，接下来的2月戴英直接进入到无政府状态，直到9月才天降伟人特拉斯。要说以铁娘子自居的特阿姨也算1号人物，刚上台便送走了老佛爷。至于自由落体的经济，特奶奶表示，只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就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咋办呢？颁布经济刺激计划。你以为他要搞王室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？错，他的政策就一句：减税。减税，还他妈是减税，推出了高达450亿英镑的减税计划，如将年收入高于15万英镑的人最高所得税从45%调至40%，再如取消约翰逊提出的将公司税从19%提升到25%，削减国民医疗，降低房地产印花税，堪称专为富人量身定制。他真的，我哭死！什么？你说减税让英国出现了600亿英镑的财政缺口？我不到啊！如此壮举，立即让英国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。政府债券遭到抛售，英镑对美元创下史低。据彭博社数据，特拉斯短时间让英国在股票和债券市场损失5000亿美金。从议会到平民，特拉斯下台，滚蛋之声此起彼伏。但特阿姨坚定表态，身为首相，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国家经济稳定。Mr. Speaker, I am a fighter and not a quitter. 这话说完，刚刚1周，他就在荣获最不受欢迎的首相，政府满意度高达13%，公众净好感度冲到负70的佳绩后，宣布结束45天的首相之旅。外交政策如此锐评，特拉斯想做撒切尔，但让英国看起来更像阿根廷。插一句鲍中堂辞职后呢，每年能领11.5万英镑的终身津贴，但人毕竟为英国勤勤恳恳干了2年，但这位保质期不如生菜的特拉斯，退休津贴也一样，最佳打工人了，属于啥？我有一计，请诸君静听。如果英国人轮流来个1日首相，岂不是直接迈向共同富裕？2022年10月，唐宁街10号迎来了史上最富有的主人——印度裔苏纳克。此时的戴英工业没有前途，金融一塌糊涂，前任大展宏图，抗议此起彼伏。请问，如果是你，该如何救戴英呢？答：救不了。上台仅1个月英国就送上通胀飙到11.1%，创下40年来最高水平的迎新大礼包。屋漏偏逢龙卷风，紧接着诺丁汉、伯明翰相继破产，预计未来2年，英国将有26个城市面临破产的风险。而苏纳克的反应是，政府没有责任救助财务管理不善的市议会。其实这话倒也没错，但转身他就宣布要为乌克兰提供英国有史以来最大军援25亿英镑。这钱大概能把诺丁汉加伯明翰来回救3次。什么叫宁与友邦，不与家奴？你说这是老佛爷投胎到了大英，我都信呐。而在抑制通胀或改善民生或刺激经济几大选项中，苏纳克坚定了选择或进行医疗改革。至于成果嘛，2022年，英国卫生大臣史蒂夫在医院门口被路人堵着臭骂：12年了，你屁都没做！因为英国急救车不仅不急救，而且还次日达。比如2022年8月，一90岁老奶奶骨折，电话是周日晚上打的，救护车是周二下午到的，到医院后还没床位，被迫在车里凑合了1宿。还有一54岁大爷在家中突发呼吸困难，老婆立刻叫救护车，接线员告诉他2小时内必达，结果等了4个小时才到，路上人就走了。
当然啊，你要说他啥事儿没干也不客观。前首相卡梅伦主导的英国经济引擎高铁2号线，由于12年1公里没修，还花了200多亿英镑，之后还得追加800亿。苏纳克快刀斩乱麻，把 Y 字线砍成了1。对于不远万里挖不列颠墙角的难民，前首相鲍里斯曾提出了一个天才计划，每年花15亿英镑把难民丢到卢旺达。在苏中堂还是财政大臣时，便大呼妙计呀！上位首相后力排众议，强力推行，并预付了2.4亿英镑。根据官方数据，仅2024年上半年就超1.2万人非法移民英国。但到老苏下台，仅2名非法移民自愿前往卢旺达。什么？你们预付的钱怎么办？不好意思呀，卢旺达不退，2个多亿又打水漂了。面对戴英这个烂摊子，2024年老苏宣布提前大选，并抛出了吉姆哈克的宏伟蓝图作为竞选承诺。我赢立马恢复征兵制，但这无异于向年轻人喊话千万别选我啊！最终，这位指定背锅侠带着毒血事件、难民问题、医疗危机、养老金暴雷等一堆黑锅，如愿输掉大选下台。后来坊间又是一首英伦风光，100年底蕴，万里江遥，望伦敦内外纷纷扰扰，议会上下口水滔滔，脱公头，女王先病，抗议横幅满天飘，须定日看股债双杀，通胀冲高。经济如此多娇，因无数首相竞折腰，西约翰苏纳经验略少，特蕾莎梅连输3招，一代铁腕伊丽莎白强如生菜乘月抛，俱往矣，属大国重担，印度来挑。无论是豪赌脱欧，还是拖完犹豫不决，亦或是8年换6任首相的丰功伟绩，基本每一项政策呀，都成了英国经济走下坡路的一脚油门。再加上转角遇上新冠，再一转，又是俄乌，给奄奄一息的英国经济补上了最后一刀。但短视的政客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，转身封个勋爵，手握高额退休金，坐到了议会席笑哈哈，而买单的呀还是普通人。根据英国统计局数据，截至2022年，英国家庭每年能源价格上涨700英镑，住房价格1年涨幅12.4%，糖上涨40.4%，面包上涨3.2%，鸡蛋上涨12.9%。其实再往前看呢，这些年拉胯的又何止戴英呢？2022年，斯里兰卡率先破产，数千抗议者冲进总统府一日游。2023年，大吹特吹的下个世界工厂越南出口暴跌，经济不断突破底线。2024年，日本 GDP 被德国反超，而德国呢？2023年德国 GDP 萎缩了0.3%。大多数都在烂或更烂中2选1，而烂的原因也出奇的一致，没钱。根据2023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，几乎所有推动世界经济进步和繁荣的趋势都在衰减。当前1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平均3.5%降到2.2%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也拉响警报，世界经济正陷入失去的10年。2024年7月5日，现任首相斯塔默爵士入主唐宁街10号，在就职演说上他说，当务之急是为国家带来变革及发展，并呼吁选民要有耐心，因为改变一个国家需要时间。他的新官上任3把火包括废止卢旺达送难民计划，大赦天下，释放数千名囚犯，为监狱腾位置，还有开场那个200亿英镑财政亏空的大新闻。但上任不足1月，英国就因为一起持刀袭击爆发了大规模骚乱。在8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，首相斯塔默强硬表态，持续暴力已经不是抗议，而是暴力骚乱，警方将立即逮捕并给予全面的法律制裁。司法大臣亚历山大也表示，准备了500多个监狱空位，确保暴力人员能够入狱。原来英国人也知道暴力骚乱是犯罪啊！表面上抗议骚乱是因种族矛盾而起，但根源则是英国财政困难、缩减福利导致，而造成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，则是8年前的脱欧公投。关于那段英欧相爱相杀的狗血故事，挖个坑，咱们之后细聊啊！美丽的风景线已经开启，华丽的序章正在上演，这场戏会很久很久。